30多年前，香港寶馬山發生了一起震驚全港的殘忍命案。一對就讀於香港英童學校的高二英國情侶，17歲的肯尼斯·麥布萊與18歲的尼可拉·梅亞斯，在放學後前往寶馬山北角塞西湖公園遊玩後離奇失蹤，僅1天後便遭遇橫禍，遺體被人發現時已面目全非。案件因其殘忍程度，成為香港刑偵史上的標誌性慘案。今天我們一起來看寶馬山雙屍案。1985年4月21日清晨6時許，一名市民在寶馬山晨跑時發現異常。當時天色尚早，山上露水未乾，他卻看到100米外的草地上有個穿着藍色牛仔褲的年輕人躺臥着。走近後才驚覺對方是被雙手反綁在身後俯臥在地的遺體。由於沒有智能手機，報案人狂奔下山找到小賣部報警。警方迅速抵達現場，翻轉遺體後發現被害者是一名金髮青年，上半身衣物幾乎撕碎，面部被打得血肉模糊，雙眼半睜，舌頭外露，頭部布滿凝固血跡，锁骨處纏繞着繃帶，全身遍布木棍或樹棍造成的傷痕，胸部和背部尤為嚴重，皮開肉裂。初步勘查顯示，被害者先遭钝器毆打致重傷，再被锁骨處的繃帶捆綁雙手，最終因剩余繃帶勒緊身亡。現場混亂的足跡表明，兇手至少3人以上。就在警方調查被害者身份無果時，香港英童學校校長的報警電話帶來了關鍵線索。校長稱，該校高2學生肯尼斯與尼可拉昨日下午放學後失聯，家長反映2人徹夜未歸，今日也未到校上課。根據校長描述的外貌特徵，警方很快將失蹤男學生肯尼斯與案發現場的被害者關聯起來。經校長及肯尼斯家長辨認，確認被害者正是肯尼斯。結合同學證言，2人是情侶，且昨日一同離校。警方推測尼可拉大概率也已遇害，隨即出動警力對寶馬山展開地毯式搜索。不久後，警方在肯尼斯遺體不遠處發現了尼可拉的遺體，其狀態更為淒慘，上半身幾乎全裸，米黃色 T 恤被掀至頭部遮擋面容，揭開後可見臉部被打得血肉模糊，下顎碎裂，左眼球不翼而飛。法醫屍檢結果顯示，尼可拉死前遭受過多人侵犯，私處嚴重撕裂，體內還發現木屑和玻璃碎片。進一步勘查證實，寶馬山發現遺體的2處地點均非第一案發現場。為尋找關鍵線索，警方調集約600名警力，甚至出動直升機圍繞寶馬山進行全面搜索。第3天，警員在一處小樹林中找到尼可拉的衣物、首飾以及多根帶有血跡和頭髮的木棍，均為附近树木所折，還有一個殘留血跡和指紋的玻璃酒瓶。儘管警方提取到了兇手的 DNA 和指紋，但受限於當時的刑偵技術，無法通過 DNA 比對鎖定身份，且指紋在香港前科罪犯數據庫中也未找到匹配記錄。警方隨後調查2名被害者的家庭背景與社交關係，發現2人父母均為工程師，來港不足1年，社交圈狹窄，無任何仇家。而肯尼斯與尼可拉在學校口碑良好，也未與人結怨，仇殺嫌疑被徹底排除。為收集線索，警方設立舉報熱線，封鎖案發地附近的中心大廈，對周邊居民區進行了長達6個月的走訪調查，卻始終毫無進展。期間，肯尼斯與尼可拉的父母含淚將孩子遺體運回英國安葬。香港與英國媒體持續向警方施壓，警方雖發布5萬元港幣懸賞令，但未能吸引有效線索。最終，肯尼斯父親所在公司的總裁出於同情，自掏腰包将悬賞金額提升至55萬港幣。這一高額懸賞成為案件偵破的轉折點。不久後，警方接到知情者舉報，該知情者稱，他在渡海輪上偷聽到黑幫小弟彭新義向朋友吹噓殺害過一名外國人，還炫耀腳上的耐克球鞋是從被害者身上扒來的。由於其姐姐是耐克公司職員，知情者確認該球鞋為英國最新款，當時香港尚未發售，這一細節進一步印證了線索的可信度。警方立即對彭新義展開調查，經1個月跟蹤，發現他與譚世歡、趙偉文、尹三龍、張友恆4人交往密切，5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。1985年11月，警方果斷採取行動，拘捕了24歲的彭新義、25歲的譚世歡、27歲的趙偉文3名成年嫌疑人，以及17歲的尹三龍、16歲的張友恆2名未成年嫌疑人。經比對，尼可拉體內的精液、案發現場凶器上的指紋均與5人吻合，警方正式確認他們就是殺害肯尼斯、侵犯並虐待尼可拉的真兇。然而審訊過程並不順利，3名成年嫌疑人混迹黑道多年，具備豐富的反審訊經驗，拒不承認主謀身份，也不願交代作案過程。未成年的張友恆態度曖昧，同樣拒絕吐露實情。警方注意到另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尹三龍表現出明顯的恐懼與困惑，隨即展開心理突破，告知其證據確鑿，雖難逃嚴懲，但作為未成年人，若認罪態度良好，可爭取輕判，避免終身监禁。在警方的勸說與壓力下，尹三龍最終認罪，
完整交代了作案全過程。據尹三龍供述，1985年4月20日，彭新義帶領其餘4人前往寶馬山，意圖偷竊政府電纜的銅線變賣獲利。爬山途中，他們偶然發現正在小樹林中約會的肯尼斯與尼可拉。起初幾人並未在意，繼續前行，直到彭新義看到肯尼斯手上的金錶在陽光下反光，推測其家境富裕，便提議放棄偷銅，轉而搶劫這對情侶金錶的價值遠超偷銅所得。尹三龍起初因肯尼斯看似強壯而心生顧慮，但彭新義注意到肯尼斯鎖骨處的繃帶，判斷其受傷，且己方5人攜帶武器，足以制服對方。众人遂達成共識，在彭新義的指揮下，5人衝入樹林，圍住肯尼斯與尼可拉，高喊搶劫。2人雖恐懼，但強作鎮定，用不熟練的中文表示願意交出財物。彭新義等人搜刮了肯尼斯的金錶、尼可拉的手鐲與背包內的零錢，其中手鐲被認為不值錢而隨手丟棄。正當5人準備逃離時，彭新義被尼可拉的外貌吸引，心生歹念，以搜身檢查是否有其他財物為由，要求尼可拉隨他前往附近樹林。遭尼可拉拒絕後，彭新義欲強行拖拽。肯尼斯見狀奮力反抗，與彭新義扭打在一起。譚世歡、趙偉文、尹三龍、張有恆4人立即上前幫忙。由於肯尼斯受傷在先，很快不敵5人。為保護女友，肯尼斯讓尼可拉趁機逃跑。尼可拉雖成功掙脫，但並未逃遠。譚世歡隨即追出，其餘4人則繼續毆打肯尼斯，甚至踢斷其受傷的鎖骨，隨後撕下他身上的繃帶，捆綁其雙手，輪流用木棍猛砸100餘次，致其暈厥，最後用剩餘繃帶將其勒死。解決肯尼斯後，5人抓獲了逃跑的尼可拉。彭新義率先將尼可拉帶至小樹林侵犯，隨後其餘4人也加入其中，對其實施了慘無人道的折磨，用樹棍和玻璃酒瓶捅刺其私處，並用木棍持續猛砸近1個小時，直至尼可拉血肉模糊，失去生命體徵。之後5人在彭新義的提議下，將2人遺體分別丟棄在寶馬山不同地點，攜帶搶劫所得逃離現場。根據尹三龍的指認，警方在第一案發現場找到了大量血跡及尼可拉失蹤的左眼球，所有證據形成完整閉環，坐實了5人的犯罪事實。1987年，5名嫌疑人因謀殺罪被依法判處死刑，緩期執行。1992年，总督會同行政局按慣例赦免3名成年嫌疑人的死刑，改判終身监禁。2名未成年嫌疑人尹三龍、張有恆因案發時未滿18歲，需待成年後由英女皇確定最終刑期。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夕，2人家屬曾前往前港督府示威，要求明確刑期，但此事因政權交接未能及時解決。1998年，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上任後，正式確定了2人的刑期。因肯尼斯的父親寫信求情，尹三龍被判處监禁27年，張有恆則被判處35年监禁。张有恆對判決不服，提出上訴，但於2004年4月6日被香港法庭駁回。2014年9月，尹三龍在獄中表現良好，扣除假期後服滿刑期，獲批准提前出獄。在懲教署的安排下，進入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，重獲新生。張有恆在2006年再次上訴被駁回後，繼續服刑至2017年，最終刑滿釋放。至此，這起轟動香港近30年的殘忍命案，隨着最後一名罪犯的出獄，正式落下帷幕。寶馬山雙屍案不僅因其作案手段的殘忍程度令人髮指，更暴露了當時香港刑偵技術的局限與社會治安問題，成為一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，也成為推動香港刑偵技術發展與司法制度完善的重要案例。